很多人买车的时候都会选择配置最低的车型，也就是常说的盖板，然后需要什么配置自己加，感觉这样最划算，性价比也最高，同时在卖车的时候也更保值一些。但是乞丐版的配置又太少了一点，舒适性和便利性的配置太少，而且一般动力配置也是最低的，所以有的车主就想了一招，买乞丐版，然后再自己加装配置，这样真的划算吗？我们先聊一下哪些配置是可以通过后期加装的，哪些配置却不能加装。我们先说一下可以后期加装的配置。其实普通家用车可以加装的配置是非常多的，基本上涵盖了舒适性和便利性的配置。第一个，汽车大灯，原厂大灯，无论是改 LED 还是氙气大灯，或者是激光大灯都是可行的，只是要注意原厂大灯的电压和改装的大灯是否匹配。根据品牌不同，改装大灯的类型不同，价格一般在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。第二个，汽车座椅，无论是改真皮座椅还是加装座椅通风、座椅加热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实际的效果可能不如原厂。第三个，无钥匙套装，无钥匙进入、无钥匙启动均可以加装，不过大部分车型在加装的时候一般会改动原车线路，普通品牌一般在800到1000元左右，豪华品牌基本在2000到5000不等。第四种，倒车雷达、倒车影像等，雷达和影像是比较容易加装的配置，一般前后雷达加装在几百元左右，原厂倒车影像加装是500到1000元不等，副厂件最便宜的仅仅只有几百块钱。第五种，电动尾门，电动尾门也是可以加装的，但是价格也不便宜，一般在数千元左右。第六是车机系统，很多汽车的原厂车机都不好用，或者是乞丐版没有大屏车机，我们在网上买专车专用的车机，普通的价格一般在500到2000元左右，这个都是可以在线下免费安装的。再说第七个，胎压监测，可以选择副厂件，大约在200元左右，原厂件的价格一般在几百元到1-2000元不等。第八个，车窗一键升降，这个也是可以后期加装的，10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模块。第九个是方向盘，既可以换真皮方向盘，也可以换多功能方向盘，但是后者需要改原厂的线路。第10个是车内的音响，很多音响发烧友都改过，这个的价格就不好说了，一般在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。第11个是定速巡航，这个也是可以后期加装的，只要是高配车型就有定速巡航的功能，都可以激活。第12个是轮毂和轮胎，车主可以选择改一套更帅的轮毂，也可以换一套更运动或者更舒适的轮胎，但是一般不建议更改原厂轮毂的尺寸。我们再来说一下后期很难加装或者是根本不能改的配置。第一个是动力系统，就是发动机的排量、变速箱的类型，这些后期肯定是不能改的。第二个就是天窗，天窗虽然也可以改装，但是后期容易发生漏水、异响，也不安全，因为本来有天窗的汽车，原厂在天窗的周围都是有加强筋，强度高，而后期挖洞改天窗会影响车顶的强度，因此想要天窗的朋友就不能买乞丐版再进行后期的改装了。第三个是气囊，同样气囊也是没办法后期加装的。第五个是 ESP 车身稳定系统，这一个也是不允许后期加装的，因为 ESP 需要经过工程师无数次的调校，私自加装 ESP 很危险。第五个就是主动安全配置，主动刹车、自适应巡航、车道保持等配置都是无法后期加装的。当然你可以通过选装包选装原厂配置，但是车辆出厂之后就不能再安装了。第六个是电磁悬挂、空气悬挂等配置，这些配置严格来说也可以自己加装，但是无论是难度、价格，普通车主都很难承受。通过上面的结果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一般关乎安全的配置都是不能加装的，而其他的舒适性或者是便利性的配置都是可以自己后期加装的。加装的价格要分两方面来看，如果加装副厂件，根据副厂件的品牌和型号，确实可以做到比高配车型更好的性价比；而如果选择原厂件，几乎100%比高配车型更贵，同时加装也面临着一些风险，副厂件的质量参差不齐，稳定性难以保证，同时很多加装都要对电路进行改变，这就涉及到日后的保修问题。最后给大家一些改装的提示，针对低配加装要合规安全，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。第一点就是要合规合法，涉及到车辆电气系统、电路等功能改装，很容易造成电气系统超负荷，进而引发各类故障，严重的还有可能会造成自燃等。像车辆的音响、氛围灯、空调系统、自动加热这些功能就很讲究电气负荷的问题了。乞丐版汽车的存在就是拉低售价用的，有些乞丐版汽车的配置极为不合理，例如没有 ESP、没有气囊等，这样的乞丐版汽车就没有购买的价值，多花些钱买舒适的较高的配置绝对是划算的。一句话总结，像倒车雷达、倒车影像、行车记录仪、中控大屏等这些常见的功能都是可以自己改的，但是不要自己私自改，找专业的，有些零部件尽量选择原厂件。至于各项费用来说，需要具体看车型改哪些。总体来说，普通家用车原车低配和高配一般价格相差1到3万左右，相差的功能如果自己加装，如果只需要大几千就可以搞定，肯定还是省钱的。